大家好，我是魏庄主。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我们就来聊创了新高的黄金。黄金其实过去1-2年当中呢，创了几次新高了。那每一次呢，都有朋友会问说，现在是不是不敢买黄金了？或者说现在是不是应该把手里的黄金抛掉哈？因为现在这个位置比较高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如何通过黄金抓住财富的机会。那黄金的持有周期到底是多久？今天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提纲哈。那黄金呢都有什么属性？如何鉴别黄金的属性？可能你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属性？我们只想知道什么时候买黄金，什么时候卖掉，持有多久。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才能够研究它的周期啊。那么这个属性呢，对黄金的影响，哪一个属性是最大的？然后黄金的主要的周期是多久？那美债实际收益率何时失效啊？我们会在所有的研究报告，包括一些视频当中，他们都会讲说，那美债的实际收益率呢，对黄金是有重要影响的，要去研究美债的实际收益率来去研究黄金，对吗？但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最近2年是失效了。那什么情况下它会失效？它失效代表着什么啊？那么黄金的机会到底还有多久？这是我们今天会讨论的问题。肯定最后一个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好，那我们来看呢，黄金跟谁的关系比较密切？那我把黄金呢跟其他的好多品种放在一起去做相关性的研究哈。有美元指数列在这里的，美国的债券的指数哈，有 CRB 的现货，还有这个恒生指数，美国的利率，英国的 CPI， 还有中国的债券，还有中国的 PPI、CPI， 中国的利率，包括美股。最后发现有3个东西跟它相关性最高。第一呢就是美元指数，第二呢是债券指数，第三呢是 CRB 现货。怎么去理解哈？那么我们说呢，现在主要的国际货币呢还是美元，对吧？而且呢，主要黄金呢也是由美元来定价。那我们说美元，它跟美元指数的关系密切，代表着它的什么属性呢？货币属性。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讲说黄金也是1000年货币，是吧？那美元是纸币，纸币有信用，黄金更有信用，对吧？那我们从直观理解来说的话，黄金应该跟美元是反向走的，因为本质上黄金是美元信用的一个替代，这是它的货币属性。美元指数这个相关性可以看出来。然后它为什么跟美国的债券指数它的相关性高呢？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说，我持有黄金跟持有美债相比，它们两个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比较抗风险的品种，对吧？那持有黄金呢，就是持有美债的一个替代，也就是持有美债的一个机会成本，是吧？那如果美债的指数往上走的话，对黄金就不太利好，是吗？所以呢，这个其实呢，跟它的相关性本质上代表的是它的一个金融的属性，就是说它可以去做投资品的金融属性。每一个属性的周期是不一样的，对吧？货币属性它的周期是非常长的，金融的属性呢，周期相对来说会短一些。好， CRB 现货呢是什么呢？ CRB 是商品指数，商品综合指数，就像我们说的上证综指一样。上证综指是很多股票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对吧？那 CRB 呢是很多商品的综合的指数，包括黄金啊、白银啊、原油啊，这些都是商品。好，那这个 CRB 的现货指数呢，代表的是全球的经济，当它往上走的时候，说明全球经济是复苏的。好，那 CRB 的现货代表着黄金的什么属性呢？商品属性。什么叫商品属性？黄金也是有工业用途的呀，对不对？同时呢，它也是首饰，它是以供需关系来决定它的商品属性。但是呢，黄金的这些属性当中呢，商品属性肯定是最弱的，这我们常识就能猜出来。我们看啊，这是黄金的3个属性：货币属性、金融属性跟商品属性。然后我们来一一的拆解这些属性的周期到底是多久，来判断黄金的周期是多久。我们看呢，在统计学当中呢，当我们想提取一个时间序列，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周它的收盘价啊，在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里面，我们想提取出来它的这个周期成分，那这个傅里叶变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哈。那它的结果出来之后，会发现有一个
基钦周期的，还有一个朱格拉周期的长度，还有一个什么设备更换周期。好，那基本上呢，这3个周期就是提取出来的主要的周期。这一个呢是长周期，是黄金的商品属性。当我们把 CRB 刚才那个 CRB 这里它的同比提取出来之后，同时把黄金的同比数据提取出来之后，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200个月的一个周期。好，我们再往下看，那黄金的货币属性美元属性也是一个200个月的周期。其实你们去看美元指数它的周期性是肉眼可见的，非常清楚的。然后呢，金融属性呢，它的周期就比较短了，是90多个月，也就是7、8年左右它是2个基金周期，是这里2个基金周期，这里对黄金是有影响的，基金周期对黄金是有影响，但是它比较弱这里是2个基金周期，2到3个左右，这是一个朱格拉周期。那本质上呢，黄金周期呢主要是走这个这个幅度更高，这个幅度更低，也就是说这个周期对黄金的影响是更大的，明白吗？这个是20年左右。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大概就能理解一个方向，就是说黄金它不是一个短周期的东西，它是一个有2个主要周期对它影响，一个是这个周期，一个是这个周期。好，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先用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套利 K 线我们做什么套利 K 线呢？我们做黄金跟铜的套利 K 线。为什么铜是周期之母嘛，它走的是短周期基金周期，铜也是美元定价，黄金也是美元定价。当它一除的时候，我们刨出去了美元的影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货币的影响。铜呢，它代表的是商品的属性，所以我们刨出去了商品的属性，最后就剩了什么？当它除完之后，这个套利 K 线最后就剩的刚才我们讲的金融的属性，这里非常有意思金融的属性呢，也就大概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最近2年很多人做黄金没有做好。看这是一个套利 K 线，我们会发现这个蓝色套利 K 线其实是大概是这样走的，它的中枢。然后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其实也代表着它的实际利率是这样走。在上面我们也看到基本是反向，这是高点，这是低点，高点低点，高点低点，高点低点，对吧？反着走的。可是到后来呢，也是高点低点，可是它的一个长趋势向，短的依然是反的，长趋势向向上，它向下。同时在最后的时候连短的都没有了，直接2个都往上。怎么样？它的金融属性已经被其他的属性盖掉了。金融属性它走的是哪一个？金融属性走的是这个，对吧？金融属性走的是短的周期，90多个月的。我们会发现这一个属性在有效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属性会突然间，也不是突然间，就是它像一个大海当中那个底层的一个神秘的力量一样，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推动着你这个行情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长期它依然都是反向，可是它一个大的长期的趋势向，20-30年那种趋势向逐渐开始改变，最后终于走同向，明白吗？为什么会有这样我们等一下再讲。它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这里我把美债的10年期利率跟黄金放在了一起我们看以前呢基本上都是反向，对吧？基本都是反向，这是高点，这是低点，基本都是反向。到最后呢，它往上走，它也往上走，就是同向。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长周期的力量，在某一个时间段会不知不觉的产生巨大的力量，对黄金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就是它的长周期的影响。长周期的影响，这个未来我还会再写文章，还会再录视频跟大家讲。其实本质上这个长周期的影响就是在一个全球的债务周期往上走之后，债务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会有很多的违约的状况，因为经济的增长已经赶不上了，技术的普及已经非常普及了，再没有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所以它债务就不能再继续扩大。当在去除债务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债务主要是以美元为代表，在去除债务的过程当中，美元是贬值的，因为它的信用下降。黄金的上涨本质上对的是美元信用的下降，因为黄金是千年货币，它在地球上的储量是有限的，这是它的底层逻辑那么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周期的什么位置呢？就在类似这种位置。达里奥就是那个
写那个周期的专家哈，达里奥的去年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他讲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就现在在这里，他做了很多研究啊，就是说这种地方。那在一个康波周期也好，还是一个20年的周期也好，它在往下走的这个过程当中，黄金的价格就会往上涨，所以说黄金虽然说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涨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它的涨幅还是不够的，还是有空间的。然而这个空间指的是长周期，很长周期。所以你的入场点就非常重要，因为你一旦要是入场的非常短期的高点的话，你可能也会被套住很长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想做水，如果你想拿黄金作为代际之间，就是你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再给你下一代，这是一个代际之间的财富的传承的话，你完全可以随时买，然后存好它，不用看它的价格，对吧？那如果你讲说，我这一辈子我抓住几个黄金的机会就可以了，抓住2-3个黄金的机会就可以了，那你就要去分析你的入场点在哪里。那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你随手点一个赞，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你在评论区留言。